当今高血糖含糖尿病已成为威胁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。据统计，在人群中每10人就有1人血糖偏高，而更多的人处于糖尿病前期却不自知。也许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午餐吃得很饱之后却觉得浑身无力，昏昏欲睡，这其实可能是血糖先飙升又快速下降导致的现象。血糖的大起大落不仅让人感到疲倦，长远看还会逐渐损害身体各个器官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血糖飙升的真正元凶，以及如何稳定血糖的秘诀。可能有人会想，血糖飙高不就是吃甜食和白饭惹的祸吗？的确，糖果、蛋糕、含糖饮料这些甜滋滋的食物会让血糖上升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让血糖飙升的元凶竟然不是你以为的那些糖分本身。日本最新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血糖狂飙的背后黑手其实是一种我们每天都在不经意犯的饮食错误。谈到血糖飙升，许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吃甜的东西，然而让血糖升高的不仅仅是糖本身。事实上，食物的升糖指数 GI 和碳水含量才是决定血糖反应的关键。所谓升糖指数，就是一种食物使血糖上升的速度有多快。举个例子，白面包尝起来不甜，但它的 GI 值超过70，吃2片白吐司对血糖的冲击甚至可能比喝一杯含糖饮料还大。再比如地瓜、马铃薯这类淀粉薯块也会在体内转化为大量葡萄糖，所以不甜的主食一样可能成为血糖的隐形杀手。同时，一次性摄入的分量也很重要，哪怕食物 GI 不高，如果吃得过多，释放的总糖量大，也会造成血糖持续攀升。因此，控制血糖要同时注意食物的质和量两方面。这话怎么说呢？请想象一个情景，你明明很努力在控制饮食，甜食碰都不碰，白米饭也换成了糙米，3餐清淡有节制，可以说对自己相当狠了。但每次体检，血糖报告上的数字却还是不太漂亮，让你百思不解，甚至怀疑是不是身体在和你作对。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别急，您并不孤单。日本有一位专门研究血糖控制的权威医生，花了整整58年时间追寻答案，终于揪出了让血糖飙升的祸首。令人跌破眼镜的是，这个祸首既不是白米饭，也不是蔗糖，而是我们大多数人几乎天天都在犯的一个习惯。是什么习惯竟有如此威力，让血糖坐云霄飞车般忽高忽低？答案就是进食方式和时机的错误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许多人日常的饮食习惯出了问题。首先，很多现代人常常不吃早餐，早晨赶时间，随便喝杯咖啡就出门，到了中午饥肠辘辘才大吃一顿。你可能以为少吃一餐可以减少糖分摄取，然而事实恰恰相反。不吃早餐让2餐之间的空腹时间过长，身体到了下一餐会像干涸的海绵一样拼命吸收养分。午餐或晚餐时，如果猛然进食大量碳水化合物，血糖就会突然飙升。研究表明，不吃早餐的人，午餐后更容易出现血糖突然升高的情况。长期下去，这种习惯等于是在给胰岛细胞增加负担。一旦胰脏长期超负荷运转，血糖调节机制就可能失灵，引发糖尿病前期，甚至糖尿病。想想我的邻居老张就是一个例子。他原本以为少吃一顿可以减肥又控糖，每天早上只喝水不吃饭，结果到了中午饿得头晕眼花，一看到食物就忍不住大吃大喝。长此以往，他的血糖不但没有降，下午还常常昏昏沉沉。后来在医生建议下，他开始规律吃早餐，很快就发现白天精神好了，餐后血糖也比较稳定。由此可见，不吃早餐表面上少摄入了一餐，其实是在跟自己的胰岛素玩火。其次，即使您餐餐不落，每天3餐正常，但进食的速度可能是陷阱。不妨问问自己，您是不是经常3-5分钟就把一顿饭狼吞虎咽吃完？很多人从早忙到晚，吃饭速度飞快，殊不知这恰恰是让血糖飙高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医学研究指出，吃得太快，食物中的糖类会很快被消化吸收，葡萄糖迅速涌入血液，血糖上升速度自然就像火箭般往上冲。相反地，如果我们细嚼慢咽，慢慢吃，延长进食时间，
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率就会减慢，餐后血糖反而比较平稳。不仅如此，慢慢吃还能给肠胃一点时间通知大脑，我饱了，有助于防止过量进食。日本的专家们就极为强调这一点，细嚼慢咽是稳定血糖的关键习惯。他们建议在餐食中多加入富含膳食纤维、需要多咀嚼的食物，比如蔬菜、沙拉、烫青菜等，借此强迫自己放慢吃饭的速度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每一口饭都认真的嚼上20下以上，你还能在5分钟内解决一份便当吗？咀嚼时间拉长了，进食节奏慢下来，血糖自然不会陡然攀升。有位营养师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，让2组人吃一模一样的餐点，一组要求在5分钟内吃完，另一组则慢慢吃足20分钟。结果发现，快速进食组餐后血糖浓度明显比慢速进食组高出许多，而且快吃的人自觉饱腹感也较差，没多久又想吃东西。这充分证明狼吞虎咽对血糖含食欲的影响都是负面的。我自己过去也是个快食族，常常10分钟内解决午饭，每次饭后不到1个小时，人就开始犯困，脑袋昏沉。这其实就是血糖先飙后跌的信号。后来我试着刻意放慢吃饭速度，每口饭至少细嚼15下，把一顿饭拖长到20分钟以上。结果发现饭后那种困倦感明显减轻，整个下午都精神饱满。原来慢慢吃带来的好处这么直观明显，除了吃得太快，不良的进食顺序也是问题所在。我们传统用餐习惯往往是一上桌就先扒白饭，吃主食、菜和肉，随后夹几块。然而这种顺序其实对血糖极为不利，刚开始就吃大量的精致碳水，身体还没准备好就迎来葡萄糖洪流，血糖能不飙吗？相反，日本营养学界近年来提倡一种餐前蔬菜的进食法，在用餐时先吃蔬菜，开头先来一盘沙拉或一碗烫青菜，把膳食纤维先送进胃里垫底。这些纤维素就像海绵一样，能够吸附随后进食的糖分，减缓葡萄糖的吸收，然后再吃蛋白质类的食物，比如鱼肉、豆腐，最后才是主食米饭。这种先菜后饭的顺序，可以大大抑制饭后血糖的快速飙升。日本医生福田千金特别指出，只要养成每餐先吃叶菜类的习惯，就能降低餐后血糖猛升的风险。日本糖尿病专家片山龙司博士也强调，对于血糖已偏高甚至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，更要养成每餐先吃蔬菜的习惯。根据他的临床观察，这个简单的改变能大大降低餐后血糖突然飙升的风险，可谓效果惊人。在日本还掀起过一阵餐前蔬菜的风潮，许多上班族分享说，他们利用午餐时间先喝一碗蔬菜汤或先吃一份沙拉，再吃主食，结果饭后昏昏欲睡的情况减少了，血糖值也比较稳定。由此可见，先吃蔬菜的这个小改变，对很多人来说都产生了令人惊喜的效果。综上所述，真正让血糖飙升的元凶，其实是我们日常饮食中的一系列错误行为 ，skipping 早餐，长时间挨饿后暴饮暴食，还有囫囵吞枣地快速进食，尤其在空腹时猛吃高糖食物，都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。这些坏习惯看似平常，却暗藏杀机，不仅让糖尿病患者血糖难以控制，对于还没患糖尿病的人来说，经常血糖大起大落也相当危险。血糖每次飙升都在默默损害身体，葡萄糖过量会和蛋白质结合，产生糖化终产物，这些物质像生锈一样腐蚀我们的血管和神经。长期高血糖或剧烈波动会降低血管弹性，伤害微循环，让组织器官处于缺血缺氧状态。此外，高血糖太久还会促使氧化压力上升，对胰脏也是沉重负荷。很多研究发现，血糖经常超标的人不仅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大增，心血管疾病、中风、视网膜病变、肾脏衰竭等并发症的几率也直线上升。甚至令人后怕的是，过高的血糖还和大脑退化有关。医学家发现，长期血糖控制不良会破坏脑血管，让记忆力加速衰退，增加失智症的几率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长期高血糖对身体的伤害是全方位的。眼睛方面，高血糖会逐渐损伤视网膜微血管，导致视力衰退甚至失明。肾脏方面，血糖过高会破坏肾脏的滤过功能，
时间一长容易引发糖尿病、肾病，严重时可能需要洗肾。末梢神经方面，高血糖会损害神经纤维，引起手脚麻木、刺痛等神经病变。有些男性的功能障碍也与糖尿病造成的血管神经损伤有关。此外，高血糖往往伴随高血压、高血脂，这种三高组合会加速动脉硬化，令罹患心脏病、中风的风险大增。总之，血糖若长期居高不下，几乎等于在体内埋下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胆战心惊，难道血糖就是不能碰的老虎吗？其实也不必过度恐慌，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米饭本身，而是错误的吃法和搭配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稳住血糖呢？日本专家的研究给出了明确的方向，远离几样关键的食物，并调整饮食结构，血糖就能明显改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牢记3吃5不吃的口诀，也就是多吃3类有益稳糖的食物，少吃或不吃5种最容易让血糖飙升的食物。只要抓住这2头，高血糖想超标都难。我们可以把日本专家的建议总结为一张清单，牢牢记住：3吃5不吃。3吃粗粮，建议用荞麦、燕麦、糙米等替代部分白米白面。吃蔬菜，每餐至少半盘非淀粉蔬菜，并养成餐前先吃菜的习惯。吃优质蛋白，每餐摄入适量鱼肉蛋或豆制品，尤其要多吃富含植物蛋白的豆类。5不吃，不喝白米粥，熬得烂烂的白粥会使血糖飙升。主食尽量不要以稀粥形式摄取，早餐千万别总是白粥配油条，否则血糖和血脂都会双杀。不多吃南瓜，南瓜含糖高，要适可而止，千万不要当主食猛吃。怕不吃高糖水果，像柿子、荔枝、葡萄等特别甜的水果要少吃。当然，并不是说糖友一口水果都不能碰，选择升糖慢的水果，控制好分量，同样能享受水果的美味，而不至于血糖失控。例如草莓、樱桃、奇异果、柚子等水果含糖量较低，每次吃上约一个拳头大小的分量问题不大。而榴莲、释迦、菠萝蜜这类特别甜的水果就最好敬而远之了。吃水果的时间也有讲究，建议安排在2餐之间当作点心，不要在饭后立刻吃水果，否则刚吃完正餐血糖已高，在雪上加霜地摄入果糖，对控制极为不利。不吃糯米制品、粽子、年糕、汤圆这类黏糯食物，能免则免，以免血糖骤升。不吃含糖馅料糕点、红豆沙、莲蓉这些甜馅的包子糕点，一定要敬而远之。以上列出的5大血糖噩梦食物，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，它们不是精致淀粉，就是富含添加糖，而且往往质地软烂、易吞咽。这样的食物最容易在短时间内让血糖冲上去。如果我们能尽量避开它们，至少减少摄取频率和分量，血糖就等于消除了几个强力威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少人早餐喜欢来碗热腾腾的皮蛋瘦肉粥，加根油条，再配杯豆浆，觉得暖胃又美味。的确，口感上白粥配油条是极享受，但对血糖来说，这却是极其危险的组合。精致白米加上油炸淀粉，升糖指数和热量双双爆表。所以糖友们千万别天真的把白粥当养生早餐，这样吃下去血糖只会直线上升，就连健康人也不宜天天如此。偶尔解馋可以，经常这样吃，小心变成糖尿病高危人群。有些偏方说每天吃南瓜可以稳定血糖，甚至声称南瓜含有类胰岛素物质，是降糖秘方。事实上，这种说法相当片面。南瓜确实营养丰富，但绝不是降血糖的灵丹妙药。它的碳水含量不低，如果抱着多多益善的心态把南瓜当主食猛吃，往往还没等那点微弱的降糖成分发挥作用，南瓜本身的糖分倒先让血糖飙上去了。所以千万不要误信单靠吃某种食物就能降糖的偏方，均衡饮食、全面控糖才是王道。另外，柿饼、葡萄干、红枣干这类水果干，因为水分被除去，糖分极度浓缩，其含糖量往往比对应的新鲜水果更高。一小把葡萄干所含的糖，可能相当于一大串鲜葡萄的总和。因此糖友对于这类干货更是要敬而远之。
可别把它们当零食一直嚼，那很容易血糖爆表。每逢传统节日，糯米美食更是随处可见。拿农历新年来说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年糕、八宝饭，中秋有各式广式和苏式月饼，端午有肉粽和豆沙粽，元宵节更是一碗汤圆庆佳节。这些充满节庆气氛的点心，偏偏都是糯米加糖的组合，糖友们稍不注意就容易吃过量。曾经就有一位阿姨感叹，每到过年她的血糖怎么都控制不好，仔细回想才发现问题出在每天几块年糕上。因此过节时尤其要管好自己的嘴，可以的话用些低糖配方或粗粮替代来改良传统糕点，既过了嘴瘾又避免血糖飙升，一举两得。我认识好几位长辈，平时糖果点心一概不碰，但是对红豆饼、绿豆糕这类传统甜点却情有独钟，认为豆子做的比蛋糕健康，结果他们的血糖依然高高在上。其实问题就在于甜点里的豆沙、枣泥馅料，它们虽然是豆类或水果做基底，但为了好吃，糖和油可没少放。所以千万别被豆制、水果制这些字眼迷惑，判断一样点心健不健康，关键还是看它含了多少糖。说完5不吃，再来看看3吃。遵循这3条原则，进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稳定血糖，远离糖尿病，堪称糖友的福音。它们分别是多吃粗杂粮，多吃高纤维蔬菜，多吃优质蛋白，特别是豆类。首先第一，吃低升糖指数的粗杂粮，别急着跟米饭面条说再见。其实主食并非洪水猛兽，关键在于选对种类。相较于白米白面，全谷杂粮类主食因为富含纤维，释放葡萄糖的速度较慢，对血糖更加友善。其中的佼佼者要数荞麦。荞麦饭或荞麦面的升糖指数明显低于白米白面，又提供丰富的镁、各等微量元素，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效率。难怪日本人特别推崇荞麦，甚至把荞麦列为糖尿病人的理想主食之一。如果觉得荞麦口感偏粗，也可以选择其他粗粮来搭配主食，比如燕麦、小米、藜麦、糙米等等。总之，用粗粮替代部分细白淀粉，哪怕只是一半对一半混着煮，都能显著降低饭后血糖反应。研究发现，与只吃白米相比，吃上一碗糙米或燕麦饭，餐后血糖上升幅度会小得多。而且长期食用全谷杂粮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对预防第2型糖尿病很有帮助。当然，粗粮杂粮虽好，也不是叫你无限制狂吃，控制总碳水摄取量依然重要，只是我们把精换成粗，让每一口主食都来得更慢更平缓，这样你一样能吃饱，但饭后血糖就不会暴冲。有人可能担心粗粮口感粗糙不好吃，其实可以采取渐进式换粮的方法。一开始不要一下子全用糙米，荞麦可以采用白米加糙米混搭，例如先用1/3糙米搭配2/3白米煮饭，等习惯了再慢慢增加糙米比例，这样煮出的饭兼具香 Q 和营养，不至于让人难以下咽。再者，现在市面上也有预先将糙米浸泡发芽的，发芽糙米口感比普通糙米更软糯，更易煮烂，也可以尝试看看。第二，吃各种高纤维蔬菜。蔬菜是稳定血糖的好朋友，特别是非淀粉质蔬菜，比如深绿色叶菜和十字花科蔬菜，像花椰菜，也就是俗称的菜花、甘蓝、菠菜、空心菜、甜椒、茄子等等，都是纤维含量高、消化速度慢的蔬菜。多吃这些蔬菜有2大好处：一来，蔬菜本身几乎不会让血糖飙高，因为碳水含量低且消化慢；二来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延缓其他食物中糖分的吸收，就好比我们前面说的餐前先吃蔬菜的技巧，蔬菜相当于血糖的缓冲垫。此外，蔬菜还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植物化学物质，帮助改善新陈代谢。日本血糖专家特别推荐了好几种蔬菜作为降糖之星，例如花椰菜、菜花，富含维生素 C 和铬元素，有助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。同时它的纤维多，升糖指数极低，可以放心多吃。再比如圆白菜，也就是高丽菜，不但纤维丰富，还含有植化素，
萝卜、硫素，被认为对调节血糖有益。青椒则热量低，维生素含量高，也是绝佳的餐前蔬菜选择。甚至菇类和海藻也值得一提，比如香菇、洋菇、海带、紫菜等，都是高纤低糖的好食材。总之，每餐如果能填一半以上的盘子都是各色蔬菜，你摄入的碳水总量就自然下降，血糖也就稳了。蔬菜带来强大的饱足感，不容易饿，对控制体重也有帮助。体重降下来，胰岛素阻抗也会随之改善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如果您平常不爱吃青菜，不妨尝试让蔬菜变得更有趣一点，多选择自己喜欢的烹调方式。烫青菜没味道，那就试试加点蒜蓉快炒，或者拌上麻油酱汁凉拌。每种蔬菜都换个做法，保证不重样。还可以注重蔬菜颜色的搭配，例如一盘菜里同时有红椒、黄椒、绿花椰菜、紫甘蓝等，色彩缤纷，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。当你开始享受吃菜，血糖也就跟着慢慢下降到健康的范围。第三，吃优质蛋白和豆类食物。我们常说三大营养素里，碳水是血糖的直接来源，而蛋白质和脂肪对血糖影响相对小。其中蛋白质还有个妙用，搭配蛋白质一起吃，能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。这是因为蛋白质食物如鱼、瘦肉、蛋在胃里需要较长时间消化，胃排空速度变慢，糖分就不会一下子涌入血液。此外，蛋白质摄取足够，还能维持肌肉量，提高胰岛素敏感度，对长期血糖控制有利。在各种蛋白质来源中，豆类可谓对血糖最友好的选择，像豌豆、蚕豆、扁豆、鹰嘴豆等，富含植物蛋白，同时本身也提供不少膳食纤维，消化速度慢，属于低升糖指数食物。吃豆类之后，血糖上升通常非常缓和，甚至很多糖尿病饮食计划都建议每天都要有豆类出现在餐盘中。难怪日本专家把一些豆类也列入了推荐清单，比如豌豆、蚕豆就榜上有名。除了豆子本身，用豆制品代替部分肉类也不错，比如豆腐、豆干，既有蛋白又不会摄入胆固醇。总之，每天都摄取足够的优质蛋白，例如瘦肉、鱼、蛋、豆腐等，能帮助维持血糖稳定。而在蛋白质来源中多偏重豆类，效果会更好。当然，适量健康的脂肪摄入也有助降低餐后血糖尖峰，但由于高脂饮食可能带来体重上升和心血管风险，我们建议优先选择不饱和脂肪，例如坚果、橄榄油等，并控制总量。有些人一开始吃豆类可能会出现肠胃胀气的情况，别担心，这其实是纤维增加后的正常现象。一段时间后，肠道菌群适应了，胀气就会减轻。建议刚开始时少量多次，例如在正餐中加1小匙煮熟的豆子拌入沙拉，或喝汤时加入一些软烂的红豆、花豆增稠提味。随着摄入量慢慢增加，肠胃会越来越适应。最终你会发现，豆子其实既能充饥又稳糖，是控糖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好食材呢。搞清楚3吃5不吃之后，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日本人的餐桌，就能明白为何同样吃米饭，他们的血糖却比较稳定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他们遵循了不少上述的原则。一般日本家庭的一餐讲究1汁3菜，也就是1份汤、几小盘菜，再配1小碗米饭，饭量通常不大，碗也比我们中式饭碗小许多。他们吃米饭之前，往往会先喝味噌汤，夹一些蔬菜或豆腐，然后才一口白饭一口菜慢慢吃，吃得比较细嚼慢咽。另外，日本人普遍有个观念叫腹8分目，意思是吃到大概8成饱就好了，不会一直拼命把肚子塞得满满的。这种节制的饮食文化让他们即使天天有米饭，也不至于碳水过量。而且日本菜常用醋、生姜、大蒜等调味品，这些食材本身也有助于让血糖波动幅度变小。例如醋酸可以延缓胃排空，降低餐后血糖峰值。姜黄、大蒜等具有抗氧化、抗发炎作用，长期看有利于代谢健康。更不用说日本人日常还爱吃鱼，鱼类富含优质不饱和脂肪酸，对提高胰岛素敏感度很有帮助。反观许多现代都市人，经常熬夜、缺乏运动，
又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种种不良饮食习惯，血糖想不高都难啊。此外，良好的睡眠习惯和饭后适度运动也是稳定血糖的法宝。前面提到日本人作息规律，很少熬夜，这使得他们的激素分泌更加平衡。很多研究也指出，睡眠不足会导致胰岛素作用变差，血糖上升，而饭后不久就出去散散步，活动筋骨，可以帮助肌肉更快利用血糖，防止葡萄糖在血液中越积越多。这些生活细节都值得我们借鉴。听完上述分析，你会发现控制血糖其实是一门生活艺术，挑对食物，安排好吃的顺序和节奏，养成健康的作息与运动习惯，这样多管齐下，血糖自然乖乖听话。我们的目标不是与美食绝缘，而是用更智慧的方式去享受美食。过去有人一听血糖高就草木皆兵，连米饭水果都不敢吃，结果搞得营养失衡，体重骤降，甚至引发酮症酸中毒，这样走极端实在不可取。我们的脑和身体运转还是需要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功能，只是在种类和吃法上要讲究科学。通过3吃5不吃的原则，我们既避免了最危险的那些饮食地雷，又获得了均衡的营养，日子也可以过得开开心心，不用每天算着米粒过活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一定会发现控制血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相反，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的改善，你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，体重下降了，精神变好了，甚至连体检报告上的其他指标都开始朝好的方向转变。这就是健康饮食给身体带来的连锁反应。所以现在就开始行动吧，从今天的每一餐做起，牢记3吃5不吃，养成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。为了长远的健康，这点努力非常值得，而我们的身体也一定会回报给你一个更精彩、更长寿的未来。